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一博居然对苦瓜情有独钟，这背后藏着什么健康秘密？王一博分享苦瓜健康饮食之道，自律生活助其成功。他坚持锻炼、健康饮食，传递正能量。健康是成功的基石，学习王一博自律精神，追求梦想。在这个快节奏、高压力的社会，竞争愈发激烈，早已不是过去那种能浑水摸鱼、混日子的年代了。若没有真才实学和过人的毅力，最终只会被社会无情的淘汰。许多出身普通的底层人物，在生活的重压下艰难前行，那种无奈与挣扎，实在令人唏嘘。咱们的王一博小哥哥，在镜头前竟大谈苦瓜经，舞台上的他酷炫迷人，私下里却对苦瓜情有独钟。这可真是让人意想不到。众所周知，苦瓜可是餐桌上的苦行僧，那苦涩的味道让许多人望而却步。但王一博却对其爱不释手。想当年，王一博刚进入娱乐圈时，面临着诸多挑战。那时的他还是个青涩的少年，资源匮乏，竞争激烈。但他深知，要想在这个圈子里站稳脚跟，必须要有过人之处。于是，他不仅在演艺方面努力钻研，还特别注重自身的健康管理。在一次采访中，王一博说道：“其实我一开始也不太喜欢苦瓜的味道，但后来了解到它对健康的诸多好处，就慢慢接受了。原来，他看重的不仅是苦瓜那独特的苦涩口感，更是它背后满满的健康能量。从提升免疫力到辅助降血糖，王一博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，健康饮食才是保持好状态的王道。为了更好地了解苦瓜的烹饪方法，他特意请教了厨师，还自己动手尝试。这道回锅苦瓜可是我的最爱。他兴奋地分享道：先将苦瓜切片焯水，再与辣椒、蒜片一起炒制。虽然过程有点复杂，但味道真的绝了。说着说着，他还忍不住咽了咽口水，仿佛那美味的苦瓜就在眼前。王一博不仅在饮食上注重健康，在日常生活中也十分自律。他坚持锻炼，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。正是这种对自身严格的要求，让他能够在繁忙的工作中始终保持良好的状态。如今的王一博在娱乐圈中崭露头角，他的成功并非偶然。他在《陈情令》中的出色表现，让他收获了众多粉丝的喜爱。他还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活动，用自己的影响力传递正能量。其实，像王一博这样的成功模式并不仅仅适用于娱乐圈。在当今社会，无论是在体育领域、科研领域还是其他任何领域，都需要我们具备他那样的自律精神和健康理念。我们要注重自身的健康管理，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，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。正如那句老话所说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只有拥有健康的身体，才能为实现自己的梦想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。王一博用他的实际行动为我们诠释了这一点。让我们也向他学习，注重健康，努力拼搏，去追求属于自己的成功吧。探索心境为何是双线叙事？程耳王一博对谈与节目成互文关系。探索心境不仅展现探险，还通过程耳与王一博对谈探讨人生哲学。探险与对谈内容互文，观众获启迪。
节目结合王一博经历，呈现困难中自我发现，传递坚定力量与励志动力。9月8日，探索心境第3集和第4集的内容已经可以在腾讯视频观看。这2集当中，青年实力派演员王一博和攀岩探险专家周鹏一起攀登高峰，并且享受高山滑雪瞬间。当然，整个过程是非常波折的，王一博更是经历了高海拔缺氧的问题，但最终王一博和周鹏依旧站上了雪山之巅，实现了既定目标。有朋友看完了探索心境的几期节目之后，产生了疑问，为什么在探索心境的节目当中，不仅仅展现探索大自然的内容，还展示程耳导演和王一博对谈的内容呢？这其实才是探索心境这部纪录片真正匠心的地方。它不单单是一部荒野求生探险的节目，而是对于人生历程的一次哲学追问。换言之，探险的部分和对谈的部分是呈现互文关系的。拿探索心境当中的一个内容来举例子吧。比如说，探索心境第3集当中，王一博和周鹏来到雪山大本营，一整晚休息之后，王一博因为缺氧而头疼难耐，这是荒野探险当中的内容。而程耳导演和王一博的对谈内容，到了此处，两人聊的则是痛苦问题，尤其是王一博在程耳导演的新片当中，拍摄过程当中的痛苦。您看，探险过程当中具体的痛苦和对谈当中的痛苦正是互文。如果只讲其中一种痛苦，但无法把痛苦的内容讲到更深刻当中去。但是，如果把探险过程当中因为缺氧而出现的痛苦，而影视角色创作塑造当中的痛苦合并来讲的话，观众们就一目了然了。而且，大家会获得一种启迪，艰难困苦之后，则是对于雪山之巅的享受。高海拔环境之下，缺氧头疼，当然是非常痛苦的事情。但是，探索心境第4集当中，经过1日的休整之后，王一博和周鹏再次启程，奔赴雪山之巅。这样的探险内容，结合王一博的人生历程，通过对谈的方式来呈现，就自带了一种启迪性。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，当我们面对痛苦的时候，应当如何自处？在自然探险的过程当中，王一博逐渐发现自己，而在和程耳导演的对谈当中，也是青年演员王一博的一种自我发现。这两者呈现出了非常好的互文关系。而站在观众角度上来讲，大家则更容易寻找王一博。这种寻找不是偶像崇拜式的寻找，而是在青年实力派演员身上寻找那种坚定的力量，寻找励志的动力等等。所以说，探索心境当中，探索自然的部分已经足够精彩，但程耳导演和青年演员王一博对谈的部分则更为精彩。在他们的对谈当中，把很多人生的哲学的道理用最朴素的方式讲出来，而这些朴素的话语又切合着自然探索过程当中正在发生的事情。这是非常有趣且巧妙的节目呈现方式。文马庆云，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